小伙头顶油灯，在沙包装上练轻功，水上漂，每一脚下去就会踩爆一个沙包。可旁边的师傅却愣说没有爆，随即让2个徒弟赶忙换上新的沙包。而这时的小伙因为头顶油灯，根本不敢低头看，只是耳边不断传来沙包碎裂的声音。最终在师傅的鼓励下，小伙很快就过了第1关。而等他回头观察时，庄上已经换好了全新的沙包，就连地上的碎渣也提前清理过。看见这一幕，小伙以为自己练成了轻功。在师傅的指引下，他来到了第2关。这次他需要光着脚丫走完所有的钢钉砖。看见尖锐无比的钢钉，小伙差点吓尿了裤子，但在师傅的怂恿下，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下去。就在脚掌即将触碰钢钉之际，师傅赶忙让弟子踩下机关，砖头上的钢钉竟瞬间消失。就这样很轻松地度过第2关。小伙看了看钢钉，又看了看毫发无损的脚丫，他还真以为自己练成了金刚脚，激动的马上要过第3关。这关名叫过山虫，过关者需抓住绳子，凭借臂力去到对面。可没想到小伙连最基础的爬绳子都不会，无奈师傅只好为他助力。没想到这小子刚上去就吓得爬到了房梁上。见状，师傅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让他赶快过关。没想到小伙险些掉了下去，幸好师傅提前给他系了安全绳，就这样有惊无险的过了关。下一关名为川湖口，可板子上不断有水流流出，小伙不管怎么爬都进不去。无奈师傅只好给了他一烟斗，顺势让他成功过关。眼下还剩最后一关，他需要沿着边缘走完3口水缸。岂料中间脚底一滑，他顺势抓住树上的马蜂窝，顿时就把师傅给蛰成了猪头。眼下小伙通过了所有的关卡，师傅表示他已经天下无敌了，可以放心下山闯荡了。殊不知师傅只是想尽快赚到他的学费。很快小伙来到山下，想要过一座桥时，却被一个遛鸟的大爷拦住，表示要想过桥就得交20两银子。小伙听后顿时怒火中烧，他当即报出名号，表示黄飞鸿是他的师伯。没想到老头压根不鸟他，见状小伙当即师出师傅教他的招式，没想到却被老头打得落花流水。此时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，看来真是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啊。